如果明天醒来，你的存款还在，但银行不让你提款。3个月后，公司开始裁员。半年后，房价崩跌，房贷缴不出来，却没有买家愿意接手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资产在手中蒸发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这是1929年大萧条的真实写照。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前进，它以更大的周期不断回到同一个临界点。大约每隔1个世纪，金融系统就会经历一次全面重置。而现在，我们正站在第4轮100年超级周期的门口。2015年，我首次提出预警，当全球债券与房市同时反转，庞大的资金将被迫涌入股市。这个趋势如今正在展开。2020年，我警告中国房市将进入下行周期，而今天寒冬已经来临。2024年9月底，我指出台湾房市见顶的讯号，市场随即转弱。如果你认为这样的危机不会发生在先进国家，请记住，2023年，美国仍出现银行在瞬间倒闭的事件。整个系统比多数人想象的更脆弱。真正的问题不是危机是否会来，而是当它来临时，你会站在哪一边。接下来，我们要看的是，在最黑暗的年代，谁活下来了？在美国大萧条人灾难里，只有极少数人不但活下来，还变得更富有。其中一个人叫 Floyd Odom。1929年10月24日，在华尔街高空的脚手架上，一名测量员正低头检视刚完成的数据。忽然，他注意到下方街道出现异样，银行家们纷纷冲出办公室，在街头急促交谈，神色紧张。流传的消息是，就在刚刚，有13位投机交易者自杀了。然而，这只是传闻。无论媒体如何渲染，历史记录显示，在1929年10月24日以及随后的1-2个月内，并未出现传说中的富翁跳楼潮，但确实发生了几起令人震惊的悲剧。芝加哥的地产投资商 Seafried Stewart 在自家厨房中以煤气结束生命。堪萨斯的保险商 John Switchball 则朝自己胸口开了2枪。除此之外，绝大多数富人选择活着，面对资产价格的崩溃。相比之下，中产阶级就没有那么幸运。在整个国家的资金流动性迅速枯竭之际，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与财务紧缩。短短时间内，大批中产阶级迅速返贫。上一秒，他们还是医生、教师与研究员，下一秒却成为无法负担家庭开支的失业者。即使拥有大学学历与亮眼履历，也无法保证一份工作。少数保住职位的上层中产，收入同样接近腰斩。人们开始在家缝补旧衣，不再在意穿着陈旧出门，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是如此。当萧条来临，一套新的生活规则悄然生效。1932年，股市崩盘3年后，将近有3000万美国人失去收入来源。有些人自己失业，有些家庭则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柱。到了1933年，全美失业率攀升25%，走在路上每4人就有1人失业。俄亥俄州律师 Benjamin Ross 在日记中写道：20年代末期，房地产与股票一样被严重高估，许多人的房子因无力偿还贷款而被银行收回，即使没有被收回，也因缺乏买家而滞销，最终堆积在银行手中。与此同时，大量民众将银行存款提领为现金，这直接引发了随后的银行倒闭潮。1931年至1932年间，银行倒闭的新闻从令人震惊变得司空见惯。根据北爱荷华居民 Clara Epperman 的日记记载，1932年12月14日，他所在小镇的8家银行只剩3家仍在营业。5个月后，8家银行全部倒闭。统计显示，大萧条期间，全美近1万家银行倒闭，储户损失高达70亿美元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人们开始自己种菜，自己卷烟。曾经精致的餐桌变成简单的大锅炖菜，教堂则开始提供免费餐食。人们重新模仿19世纪末的生活方式，自行车再次成为主要交通工具。大量失业者转向农业寻找生计，但农业同样陷入困境。一战期间，农民为满足战争需求扩大耕种面积与设备投资。战争结束后，需求急速萎缩，许多人因此背负以土地抵押的沉重债务，既卖不出农产品，也无法偿还贷款。根据科尔阿克曼的日记记载，大萧条初期，人们仍然心怀希望，期待政府能扭转局势。然而到了1933年，农产品价格依然持续下跌。无论是卖猪、卖玉米，还是出售鸡蛋与乳制品，所得收入甚至不足以支付最基本的生活开销。寒冬来临时，阿克曼一家连购买煤炭的钱都拿不出来，只能依靠燃烧木材与玉米芯取暖。
命运的齿轮，庞福铁了心要将30年代的农民生活彻底搅碎。1933年7月，2个月未曾动笔的科尔终于在日记中写下原因：一场严重的干旱席卷而来，辛苦耕种的作物几乎全部枯死，我心都快碎了。他写道。当时的他还无法预料，这场致命的干旱将从那一年开始，一直持续到1940年。这正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色风暴 Dust Bowl， 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·施坦贝克《愤怒的葡萄》的创作背景。Dust Bowl 使大量中西部农民失去家园与收入来源，同时，那些无力偿还贷款或支付房租的人也纷纷被迫离开住所。有的人投靠亲戚勉强度日，有人向房东苦苦哀求延期缴租，还有人直接流落街头，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。当社会陷入绝望时，市场正在完成另一个循环。到1932年为止，已有数百万美国人失去固定住所，资金短缺迫使社会回到最原始的交换形式，人们用自己仅有的劳动与产出换取蔬菜、鸡肉与乳制品等基本生活物资。在艰困的年代，人们往往急切寻找精神寄托。大萧条时期，这份寄托同时体现在彩票与宗教之上。彩券业意外复苏，投注站前排起长队，教堂也重新迎来大量信徒。1929年9月，全美约有1600多座教堂与9万多名活跃信徒。到了1944年，教堂数量增至5600多座，信徒人数超过22万。经济压力同样改变了家庭结构。1929年至1939年间，单身女性人数增加约22%，即使是已婚妇女，也因丈夫失业而面临家庭破裂的风险。一些男人选择离家远走，而维持下来的家庭往往因担忧养育成本过高而放弃生育计划。在经济崩溃的阴影下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都在悄然重组。1936年，美国生育率降至当时的历史最低点，经济压力让无数家庭无力负担教育开支，许多青少年被迫辍学离家。他们常以蹭火车的方式踏上流浪之路，那是电影里看似浪漫的画面，现实中却充满危险与不确定。1997年，作家 Aaron Niles 找到当年那些流浪少年时，他们早已成为70、80岁的老人。回忆起大萧条年代的漂泊岁月，他们的语气里同时带着怀旧与隐隐的哀伤。人们总喜欢在危机中寻找传奇，却很少相信在大萧条这种等级的灾难里，仍然有人能逆势而起。但历史从不只留下受害者。Floyd Odom，他被后人称为少数几位在大萧条中成功致富的投资者之一。Odom 出身平凡，1924年，他与朋友凑集4万美元开始投资，到1929年已累积约100万美元的资产。然而，在1929年夏天，他察觉到华尔街过度繁荣背后的危险信号，于是，在股灾爆发前出售了一半持股，并积极保留现金。当大萧条最黑暗的时刻接近尾声，1932年市场跌至谷底时，他利用手中的流动资金，以接近原价5折的价格收购被迫抛售的优质资产。短短1年后，到了1933年，奥顿米跻身全美最富有的投资者之列。当大萧条夺走1/4美国人的工作时，女性反而成为少数相对受益的群体之一。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，女性就业人数增加约24%。由于她们多从事家政服务、护理与教育等职业，这些工作需求相对稳定，使许多人在失业浪潮中保住了生计。今天的世界虽然不同于1930年代，中国大萧条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动仍然值得高度警惕。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不是历史是否会重演，而是建立有效的制度与合作机制，以降低误判风险，避免冲突升级。和平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持续选择理性与合作的结果。大萧条既残酷又无情，但历史从未只留下失败者。在极端危机中幸存下来的人，往往具备2种特质：一项明显优于他人的专业能力，以及在动荡中保持耐心、纪律与现金余裕的投资智慧。当世界剧烈震荡时，真正保护你的不是预测市场的能力，而是准备与自制。1929年的股灾，连洛克菲勒家族都曾遭遇近90%的资产缩水。这提醒我们，在100年级别的危机面前，既有的财富与地位都可能被重新洗牌。真正能穿越周期的是那些理解规律并提前布局的人。历史不会简单重演，但它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。当下一轮周期来临时，少数准备好的人将看见机会，而多数人只看见风暴。问题从来不是风暴是否出现，而是当它来临时，你想成为看见机会的人，还是只能被动穿越风暴的人？